毒妇！怎么回事？堂堂侯府嫡女晋王妃，竟敢对本王下……我不是死了吗？白医生，这次特大连环车祸，您已经连做6趟手术了，先去休息一会儿吧。伤者都处理完了吗？您放心，已经全部收治，后续也安排妥当了。白医生，你怎么了？像你这种蛇蝎心肠的毒妇，本王宁死也不会一下。本王心中只有云锦，她明日便会入王府为侧妃，你最好安分守己，否则，即便冒着抗旨之罪，本王也要休了你。云锦是谁？头好疼，王爷，真的不是我，王爷是信我一次，求你信我一次。苏云河，本王已奉旨娶你，你为何还要对尹姐下毒手？她可是你的亲妹妹。我没有，是她自己跳入水中，故意栽赃我。够了！府中侍女都看见是你推她入水，你还敢狡辩？既然是你犯的错，就用你的血入药，救云锦。来人，动手！王爷，真的不是我，王爷是信我一次，求你信我一次。加班累婚后穿越成弃妃，老天爷，我救死扶伤，一心向善，你就这么对我？王妃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侧妃娘娘要进门了，王爷命你速去前厅迎贺呢。纳妾还要正妻亲迎，还让我干坐着等，这是给我下马威呢。往后的日子怕是更热闹了。李成，恭迎侧妃进门，给王妃敬茶。晋王对这位新侧妃可真是宠到骨子里了。是啊，那侧妃都是用轿子抬进府便可，但瞧晋王今日又是大婚和侧妃拜堂，又是宴请宾客的，还允侧妃穿大红色的正妃朝服，真是比晋无妃还风光啊！看着吧，往后这晋王府后院谁说了算，还真不好说。姐姐来的这样早，想来是真心替妹妹欢喜吧？绣工倒真是顶尖，针脚密实，可惜穿的人心思。苏云河，云锦在同你说话，你……王爷，宾客都在看呢。本王早说了，你不必向他敬茶。离不可废，妾身不想叫王爷为难吗？当我多想喝这碗茶似的。侧妃，茶到了。姐姐，请喝茶。云姐，姐姐，你为何要打翻茶杯，故意烫伤我？怎么回事？晋王妃竟当众打翻茶盏，这是不认侧妃进门。晋王妃如此善毒，还心肠歹毒，真是德不配位。晋王也是可怜，竟娶了这么个王妃。真够狠的，为了栽赃我，连自己都下得去手。苏云河，云锦顾及你的颜面，求着本王也要给你敬茶，你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打翻茶盏，你是存心要他难堪吗？你还真是死性不改！王爷，动手之前，先把事情弄清楚。本王亲眼所见，你还想狡辩？你自己说，真是我把茶杯摔在地上，才把你烫伤的。姐姐若不愿喝我敬的茶，也没关系，我不怪姐姐。我想姐姐只是心情不好。苏云河，你竟敢拿热茶泼我，你疯了吗？喏，王爷你看，这才是无缘无故被烫伤该有的反应。刚才他那副样子，分明是装的。前后反应差这么多，这侧妃莫不是真在做戏？
哪有这样进门的？为了污蔑郑飞使这种阴招，也太狠了。不是的，我没有。你这泼妇，竟敢当众拿热茶泼云锦！侧妃既口口声声说我故意打翻茶杯烫他，我总得让他得偿所愿吧。背黑锅这种事，我犯过一次蠢，不会再有第二次。你！失礼无状，给本王滚回后院去！滚就滚，我还不乐意陪你们演戏呢。小心！小心！碍事！来人，追！把刺客给本王活着带回来！是。你有没有事？死不了，不劳王爷挂心。我刚是脑子抽筋了，居然冲上去救这个渣男，肯定是原主的意识影响了我。苏元和，你等等！王爷，你要去哪儿？刺客还没抓到，妾身害怕。王府侍卫会抓住刺客，你若害怕，就先回院子。好你个苏云和，喜堂上抢我风头，如今还抢王爷的心，我绝不会让你好过。堂堂王妃受了伤，连个帮忙上药的人都没有，原主在这府里混得也太惨了。你来干什么？你个流氓，别过来！流氓？你昨夜爬床时可不是这副贞洁烈女的样子，又跟本王玩欲擒故纵。我念你护本王有功，这药赏你了。谁稀罕你这破玩意儿？你说什么？多谢王爷赏赐，药我收了。王爷现在可以走了吗？我要上药。你做什么？放肆！你竟敢打本王！我打你怎么了？王爷嘴上说厌恶我，对我避之不及，现在我受着伤，你还来扯我衣服，不是耍流氓是什么？你是男人吗？本王见你不便，好心替你上药，你倒好，不知好歹的东西，果然不值得半分同情。难道是我误会他了？他真会这么好心？算了，他好不好心又怎样？和苏云锦那对颠公颠婆，我迟早要想办法离开这鬼地方。王妃，您快些吧！今日王爷要带您和侧妃入宫给太后请安，若误了时辰，王爷定会动怒的。他不想等就别等，我还是个商人呢，一大早催婚似的，催什么催？王妃，这种话可不能乱说，您怎么能怠慢王爷？王爷很了不起吗？我还是社会主义接班人呢，我骄傲了吗？王妃。磨磨蹭蹭至今，你可还有半点礼数？王爷，姐姐性子闲散，她若有失礼之处，妾身替她赔罪便是。他的过错何须你来担？妾身只盼王爷舒心。妹妹这演技，只做侧妃实在屈才了。
姐姐这话是何意？梨园戏班更适合你，唱念做打都齐活了。苏云禾，实话实说而已。王爷若不爱听，我闭嘴就是。这女人真是越来越放肆了。姐姐许是今日心情不好，才会口不择言。王爷别同她一般见识，太后娘娘还等着呢。我们先进宫吧。还是你懂分寸，识大体。现在你就嚣张吧，等进了宫，苏云禾有你好受的。孙儿叩见皇祖母。孙媳妇儿叩见皇祖母。都起来吧，哀家盼了这么久，可算盼到怀知你成亲了。孙儿不孝，让皇祖母挂心了。苏云禾，你可知罪？皇祖母息怒，云禾愚钝，不知自己所犯何罪，惹得皇祖母动怒。你因怀知那侧妃一事大闹王府，刁难侧妃，寻死觅活，你这是要让满京城都看皇家的笑话吗？原来如此，急着拉我进宫请安，就是在这儿等着给我下套。云禾之罪，是云禾糊涂，对王爷情深难舍，才一时偏执，妄想独占王爷。哪怕那人是我的亲妹妹，我也不甘分让。是我失了分寸，王爷宠谁爱谁，本就是王爷的自由，只要王爷欢喜，云禾纵被天下人耻笑，也甘之如饴。胡闹！你是晋王正妃，上了御级的皇家儿媳，你若被耻笑，丢的便是皇家的脸面。昨日喜堂之上，妹妹身穿正妃朝服，与王爷并肩受礼拜堂，旁人见了，自然会以为妹妹才是晋王妃，还请皇祖母做主。若王爷对妹妹情深至此，不如成全王爷一片真心，也免得云禾继续占着不该占的位置。荒唐！一个侧妃怎可穿正妃喜服与王爷行拜堂礼？如此僭虐，是要让皇室蒙羞不成？太后恕罪，是云简糊涂失礼，不敢辩解。皇祖母，此事是孙儿一时糊涂，与云简无关，请皇祖母责罚孙儿。哀家方才说不可厚此薄彼，你转头急着替他开脱。晋王侧妃苏云锦行止逾矩，礼法不修，哀家罚你抄女则30遍，以儆效尤，你可服？太后教训的是，切身领罚。云禾受委屈了，来，过来陪哀家说说话。是皇祖母。该死，苏云禾从前懦弱木讷，何时变得这般会拿捏人心了？装乖扮柔谁不会？你会演，我也会。太后娘娘，玉章王妃要生了！她才8个月身子，怎会突然发动？王妃方才在御花园散步，不慎跌了一跤，动了胎气，如今情况危急。快，随哀家过去看看。王妃情况到底如何？回禀太后，玉章王妃摔倒后动了胎气，因月数不足，胎位有异常。如今情况十分凶险，臣等已尽全力施救，只是一时无策。怎么会这样？玉章王妃这一胎是玉章王唯一血脉，也是哀家的第一个重孙。若有闪失，皇祖母，太后，皇祖母，太后，让我来。皇祖母，现在还不是伤心的时候，玉章王妃还在里头等着您撑住局面。你说的对，孩子还会再有。哀家不管你们用什么法子，必须先保住玉章王妃。王妃跌倒后昏厥，胎位异常，如今胎动几乎全无，胎儿恐已在腹中窒息。但无论胎儿生死，都得尽快返出，否则王妃性命难保。
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只能眼睁睁看皇嫂殒命？皇兄还在赶回京的路上，难道要他回来只见妻儿最后一面？既然无法顺产，那能不能剖腹取子？姐姐，你可不能胡说，剖腹取子与杀人何异？你这是要王妃的命！晋王妃所言并非全无依据，微臣曾在古籍见过剖腹取子记载，只是那毕究是传闻，从未见有人真正施行且成功。不可以。苏云禾，本王早警告过你别胡闹，你学过医术吗？就敢在这口出狂言！出大红了，不好了，王妃出大红了！不能再等了。皇祖母，人命关天，请准云禾一试。苏云禾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若是失败，云禾愿以死谢罪，一命赔一命。哀家给你这一次机会，若豫章王妃有失，哀家第一个拿你问罪。你别胡来！让开，别碍事。这女人真是不知死活。云禾何时学了医术？回太后，姐姐从未学过医术。那她怎么敢？不自量力，若她真害死皇嫂，本王定叫她偿命。姐姐也是一时好心，只是我实在不放心。若太后准许，云姐进去看着，也好帮衬一二。去吧。是。你可否用银针封穴，尽量减轻她痛觉，稳住心神？可以。好，先封穴。去备参汤1碗，先给王妃吊住神志，再取干净针线，高度烧酒、火盘、白布，还有最锋利的剪刀。是。姐姐，没学过医就别逞强了，你是想借机讨王爷欢心吧？你自己送命也就罢了，可别拉着豫章王妃一起陪葬。别装模作样了，你哪里懂这些？杀人了！把他拖出去，别让他在这儿碍事。怎么了？里面到底什么情况？王爷，姐姐她拿剪刀直接剪开了王妃肚子，她满手都是血，全是王妃的血。这个毒妇，若皇嫂有个3长2短，本王定将她碎尸万段。都怪哀家病急乱投医，竟信了他。皇祖母，云儿如何了？她可还好？对不起，王爷，是我没能拦住姐姐。她已经剖开王妃肚腹，里面全是血。什么？她怎么敢？快说，现在怎么样了？回王爷，王妃被开腹取子，小主子抱出来是浑身青紫，像快没气了。晋王妃还在拍打小主子。毒妇！毒妇！你害了云儿还不够，竟连刚出生的孩子都不放过！我要你偿命！你拦我做什么？这毒妇害了本王的孩子！皇兄，此事尚未定论，皇祖母自会给你一个交代。交代？难道今日你要护着这个害我妻子的毒妇？本王现在就杀了你！苏云禾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恭喜王爷，小郡王平安诞生。本王的儿子。云儿呢？他怎么样？
王妃摔伤后又行剖腹生产，元气大伤，眼下性命暂稳，但仍在危险期，需继续观察。云儿，辛苦你了，我们的孩子活下来了，你也一定要撑住。你怎么了？大概太久没进食，低血糖而已。低血糖是什么？不劳王爷费心。你何时学的医术？连剖腹取子都会，本王竟从不知。王爷的心从不在我身上，又何曾真正了解过我？你，王妃腹部伤口还需缝合，请王爷与诸位先出去。你在赶本王走？太后，姐姐也是一时冲动，如今害得豫章王承受丧子之痛，妾身也实在难安。晋王妃若真犯下这等大错，哀家绝不轻饶。里面到底怎样？王爷，求你饶姐姐一命，她绝无恶意。若要追责，云姬愿替姐姐去死。本王为何要晋王妃的命？皇祖母，云儿已为孙儿诞下一子。当真？好，太好了！剖腹取子竟真能救命，这不可思议！怎么可能？这都能让他救活？是，孙儿原以为孩子已无气息，谁知晋王妃拍了几下，小郡王就哭出声来，竟真活了。剖腹取子术，微臣只在古籍见过寥寥数次，从未见人真正施行。近日亲眼所见晋王妃施术，方知医道无涯，微臣受教。此番本王与云儿孩子3条命都要谢晋王妃。怀之，你倒是好福气，娶了位神医进门。本王也没想到，他竟有这等本事。晋王妃，哀家当真没想到你竟有如此本事。多谢皇祖母夸奖。云儿呢？她现在如何？豫章王妃眼下脉象暂稳，性命无虞，只是失血与耗损过重，仍极虚弱，现已睡下，需严密观察。好，无事便好。既如此，就让豫章王妃在此静养，不许旁人惊扰。云禾今日辛苦了，随哀家去慈宁宫歇一歇。怀之，你也一道来。是皇祖母。皇祖母，孙儿留下守着云儿与孩子。也好。今日立下大功，说吧，想要什么赏赐？皇祖母，云禾不敢求赏。不要赏赐，你这孩子。苏云禾怎么可能真会医术？不过是侥幸罢了，想借此讨太后与王爷欢心，我偏不让你入院。有了，你不是爱当神医吗？苏云禾，我成全你。姐姐，对不起。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？先前我不知姐姐医术如此高明，还误会姐姐是要在产殿捣乱。一想到我那般质疑姐姐，便羞愧难安。姐姐，你不会怪我吧？云锦，你不必如此自责。他会医术一事，本就从未说过。你担心他闯祸，也是人之常情。是啊，别说你，先前哀家不知情时，不也怀疑过云禾的医术？王爷与太后如此宽厚，不怪罪云锦，反倒安慰云锦。云锦心里实在感激，还真是时刻不忘找存在感。不过姐姐，你是何时学的医？在侯府时，我似乎从未见你看过医书。是啊，剖腹取子这等医术，连太医院御医都不会，云禾你却能施行，哀家确实好奇。我只是偶然得过一本古籍医书，从中学到一些法子。再说，在侯府时，妹妹并不常理我，你没见过我看医书，不也正常？原来如此，是我平日里关心姐姐太少。若早知姐姐医术这般了得，魏太傅病重多年，遍寻名医无果，我定早些举荐姐姐前去诊治。推荐他去又如何？魏太傅的病，父皇遍寻天下名医都束手无策，他苏云禾难道还能胜过那些名医盛世不成？王爷，话也不能这么说，姐姐连没呼吸的孩子都能救活，想来医术自有过人之处。魏太傅乃3朝老臣，一生为朝廷鞠躬尽瘁，劳苦功高，如今到了古稀之年，却久病缠身，
皇帝为此寝食难安，可太医院上下束手无策，实在叫人心焦。皇祖母，可否细说太傅症状？听闻他常年腹痛，食不下咽，还总觉腹中灼热。腹痛灼热。对了，据说右侧肩下也时常牵扯疼痛，放射到右肩下，这症状很像胆无炎。允和，你识得此症，那可有法子医治？若能治，你便立刻去为太傅看诊。皇祖母，此事不妥。皇祖母，云和愿去为太傅看诊，只是医者治病须先见人辨证，能否根正，还要诊过脉象后方可定论。苏云和，本王从未听闻你学过医，你今日救下皇嫂，或许只是侥幸，真把自己当能医百病的神医了。怀之，哀家倒觉得云和未必不能一试，你尽管去为太傅看诊。若当真治好太傅，哀家可许你一个条件，只要不伤民害国，任何条件都可。皇祖母，若孙喜有幸治好太傅，想向您求一道懿旨。哦，你想要什么懿旨？待治好太傅，孙喜再向皇祖母禀明，请皇祖母放心，绝非逾矩之求。好，哀家答应你。我也相信姐姐定能治好魏太傅。你把我拽来做什么？魏太傅这病，你不能治。为什么？你别问为什么，本王怎么说你就怎么做。给太傅看诊是我的事，王爷凭什么管？何况我已经当面答应了皇祖母，岂有临时反悔的道理？父皇敬重魏太傅，太傅的病就是父皇的心病。你可知，一旦太傅在你手里出了差池，会牵连多少人？你若想借此邀功，也该先掂量自己几斤几两。我不是为邀功。算了，随你怎么想。魏太傅的病，我既然应了，就一定会去治。苏云和，你怎么如此冥顽不化？我既应了，就一定会去治。王爷若无别的事，我要回去陪皇祖母了。这个女人简直不可理喻。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本分，况且若治好魏太傅，我便能顺势向太后求一道合理懿旨，离开晋王府。从前他总追着本王跑，如今却连一句话都懒得说。他眼里当真没本王了。苏云和，王爷在宫里忙了一日，你也累了吧？不如去妾身院里坐坐，妾身给您捏捏肩。你若累了，便先回去歇着，本王还有事要处理。王爷，王妃，您为王爷挡箭那处伤，怎么比昨日更严重了？白日给豫章王妃剖腹时动作太大，估计扯开了。王妃，您就不能爱惜自己些？这伤若落了疤，可怎么办？留疤便留疤，肩上的疤又不是给人看的，一道伤换2条命，值。他竟会说出那样的话？难道他真是为了救人，才执意去救太傅？可就算如此，他也太逞强了。魏太傅的病，连太医院和民间名医都束手无策，他凭什么能？属下参见王爷。免礼。把这瓶金疮药送去王妃院里。王爷，上回不是已送过一瓶？让你去，你便去。是。再让厨房备些乌补吃食，一并送过去。属下遵命。他先前为救本王受伤，本王只是不想欠他人情。属下明白。王妃，王爷都下令不许您去太傅府了，您还非要去，这不是和王爷硬碰硬吗？去给太傅看病是皇祖母点头准了的，他不许又能怎样？可您总惹王爷不高兴，不就把王爷往侧妃那边推吗？王爷本就偏着侧妃，再这样下去更不会来您院里了。
王爷的心本来就在苏云锦那儿，还需要我推？再说，我现在不喜欢他了，他不来，正好清静。王爷，你来做什么？他听见了又如何？我不喜欢他本就是事实，喜欢他的是原主，不是我。你要去给魏太傅看病。是。怎么，你又要拦我？本王同你一起去。你要跟我一起去？别误会，本王只是怕你闯祸，给亲王府惹麻烦，才随行盯着你。我还什么都没说，王爷急着解释做什么？行了，出门。王妃如今这么和王爷说话，王爷竟都没发火。苏云河，你给本王站住！王爷还想抱多久？你以为本王乐意抱你？王爷，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听闻姐姐今日要去给魏太傅看诊，妾身想着同行，若有急事，也好给姐姐搭把手。你有心了？姐姐，你是不高兴云锦随行吗？没有啊，我只是感慨，我这门都还没出，妹妹就知道我要去太傅府了，消息可真灵通。你出府的事，车夫知道，是车夫先告诉本王，本王再告诉云锦的。你这话是在怪本王泄露消息。王爷和妹妹凑在一块儿，不说情话，倒聊我的行踪，这么关心我，不知道的还以为王爷多爱我呢。苏云河，你少自作多情，本王怎么可能爱你？谁知道呢？也许王爷口是心非。苏云河，别叫了，我还没聋。不过妹妹，你要去太傅府，我管不着，但别拿帮我当借口。你我都清楚，你绝不会真帮我。姐姐，王爷，姐姐好像不太高兴我同去，是不是云锦做错了？你有什么错？分明是他不识好歹。你若想去太傅府便去，不必看他脸色。是。臣妇参见晋王殿下。臣女参见晋王殿下。诸位不必多礼。不知王爷今日携家眷前来，是为何事？昨日听皇祖母提起太傅病情，我恰好对这类病症有些了解，故特地前来，想为太傅看看。倒是从未听闻晋王妃还通医术，从前未曾展露，夫人不知也属正常。若夫人允准，可否现在带我去见太傅？哼，晋王妃千金之躯，亲自为太傅看病，在下自然佩服。只是太傅这病，连太医院都无策，非寻常人可治。王妃还是莫要逞能，免得徒增笑话。这位是？这是叶神医，老爷病倒后一直由他调理，靠着他的止痛药丹，老爷才撑到今日。原来您便是叶神医，久闻您医术高明，妙手回春。太傅每逢病发痛不欲生，都是靠叶神医药丹才缓过来。今日得见真人，云锦实在荣幸。晋王侧妃谬赞了。叶神医的提醒，我心领了。只是我此行是奉太后之命前来诊治，太后既命我试一试，我总不能抗命不从。既是太后旨意，倒显得在下方才那番劝诫多余了。晋王妃，恕臣女直言，家父病后痛不欲生，这2年没有大夫登门，便让他生一次希望，再失望。若王妃只是想借家父治病在太后面前博个美名，就别来徒增家父的痛苦了。我来此的确有太后之命，但我更是以医者身份而来，看见病患受苦，想尽力减轻病痛，这才是我来的根本。京中名医无数，哪个不是声名显赫？
可他们都束手无策，晋王妃又凭什么认为自己比他们更高明？不是，怎么知道我一定不行？京城谁不知晋王妃无德善妒？不过一介草。青洛，慎言，王妃岂容你妄议？小女失礼，还望王妃海涵。王妃今日好意，臣妇心领。只是老爷这些年被可知二字折磨得太久，如今已不愿再折腾了。魏夫人，我知道您不信我，可我可以。晋王爷，老爷房中尚需照料，臣妇无法久陪，还请王爷与王妃先行回府。太后那边，臣妇自会亲王请罪解释。本王明白，今日却是本王与王妃叨扰了。魏夫人，请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晋王妃，臣妇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。魏夫人，您就让姐姐试一试吧。姐姐她会些医术，也是出于好心。云姐，既然魏夫人不愿，你就别再让她为难了。妾身明白，若她连看诊机会都没有，还怎么犯错？夫人，叶神医，不好了，老爷又犯病了！快，叶神医，快去看看老爷！你又要去哪儿？救人，自然是去救太傅。苏云河，苏云河，机会终于来了。王爷，姐姐这么贸然跟过去，会不会又闯祸？我们也快去看看吧。太傅是旧疾突发，疼得晕厥了，眼下先止痛。快去备止痛丹。先让太傅平躺缓一缓，服下止痛丹，应当便能转醒。冷汗、苍白、死去，不对，这不是单纯痛晕。太傅现在不是休息就能好的，必须立刻急救。晋王妃，你跟来做什么？家父命悬一线，府上无暇待客，请你立刻离开。晋王妃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四肢湿冷，末梢灌出差，这是休克迹象。太傅，能听见我说话吗？请睁眼。太傅已现昏厥，你再怎么喊也无用。晋王妃，臣妇求你了，我家老爷真的不许你救，你离他远些，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恩情。姐姐这真是在救人吗？我怎么看着倒像是在折腾太傅。苏云河，够了，别再胡闹，立刻跟本王走。老爷，这是怎么了？太傅没有脉搏了。刚刚不是还有救吗？怎么姐姐碰了一下太傅就成这样了？娘，您撑住！叶神医，我求求你，只要能救我家老爷，多少钱什么代价我都认。你救救他，救救他！老夫自当竭力细救，只是太傅如今这脉象，恐怕凶多吉少。叶神医，无论什么法子，哪怕只有一线希望，也请你试一试。我求你，再救救我父亲！脉都断了，还怎么救？可若我此刻不出手，满屋子人都看着，罪责反倒会落到我头上。先行针灸，刺激经脉血行，看看太傅能不能回一口气。拜托你了，叶神医。不行，太傅是休克并呼吸骤层，眼下最要紧的是立刻做心脏复苏，针灸来不及也救不了当下。让我来，我能把他救回来。苏云河，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给本王安分一点。晋王妃还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，若非你方才执意插手，又在太傅耳边大呼小叫，扰他心神，他怎会突然呼吸骤停？你已误了太傅一次，还要再三打断老夫施救，究竟安的什么心？姐姐，你不是说你懂医术吗？可现在太傅连脉搏都没了，要不你先别逞强了，别再妨碍叶神医救人。太傅已经休克，黄金4分钟转瞬即至，叶神医此刻不做急救，任由太傅躺着，就是把人往死路上推。够了，都给我住口！晋王妃，算臣妇求你了，你快走吧，就当给我家老爷留一条
夫人，你信我一次，太傅现在是休克，拖一刻就少一分生机，再不让我救，他就真的回不来了。王爷，求王爷把靖王妃带走，臣妇感激不尽。抱歉，魏夫人，本王这就带她离开。苏云河，你现在就跟本王走。姐姐，你就听王爷的话，走吧，别再残害太傅了。本王叫你走。夫人与魏小姐也请先回避，在下要为太傅施针，屋内不宜人多。不行，再拖下去，黄金急救时间就彻底过了，到那时就真的来不及了。苏云河，这种时候还敢闯进去？好啊，他闹得越大，死的就越快。靖王妃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苏云河，你是不是疯了？靖王妃，你闯进来做什么？让开！靖王妃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这是要害太傅的命啊！刚才就是他插手坏事，若太傅这次真死在他手里，责任便能全推到他身上。我方他还有这么大力？算了，先救人要紧。是叶神医的声音，怎么叫得这样惨？姐姐该不会是在里面动手了吧？那太傅岂不是……靖王妃，你把门打开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是要害死我家老爷，还要杀叶神医灭口吗？苏云河，给本王开门！靖王妃，你扒太傅衣服作何？你这是要太傅死不说，还要毁他身后清名吗？你怎么能如此歹毒，竟敢这般玷污我父亲！你给我把门打开！靖王妃，我太傅府到底哪里对不起你？你为何要把我家老爷往死路上逼？你这是让他性命不保，还要他名声尽毁啊！王爷，姐姐向来行事不顾礼法，男女分寸也素来淡薄，这才闹出这等荒唐事。您别气坏了身子，若真要罚，我愿替姐姐受罚。云姐，你不必再替他开脱。魏夫人、魏小姐，请让开，本王亲自把门撞开。我是在救他，只要还有一线可能，我就不会停。我说太傅有救，他就一定有救。靖王妃，你到底哪来的狂妄自信？一个连脉搏都没了的人，也敢说能救活？你这不是救人，是嫌太傅死得不够快。苏云河，别妨碍我！姐姐，你快住手吧！太傅已经被你折腾得奄奄一息了，你就当积德，放过他吧。靖王妃，你简直不是人！你到底为何要这样折磨我父亲？靖王妃，你残害当朝太傅，臣妇定要告到皇上与太后跟前，便是拼上这条命，也要你为今日之事付出代价。若今日救不回太傅，我苏云河愿以命相抵。他竟敢拿命做赌，难不成他真有把握？不可能，他不过是在垂死挣扎，拖延时辰罢了。靖王妃这话说的倒是慷慨，可你一个王妃赔命给太傅，这不是报恩，是折辱。你是要太傅死后都背着你这桩荒唐债，不得安宁。臣妇不要你的命，更担不起王妃赔命的恩德。你害我家老爷至此，还要这般折辱他，我便是一日焚香诅咒，也要你不得好死！太傅，听得到吗？撑住，再撑一口气，你一定能醒过来。苏云河，你按得再久也没用，只要太傅死了，你今日所作所为便全是铁证。苏云河，够了，你别再执迷不悟。苏云河，够了，你别再执迷不悟。
这怎么可能？老爷，你醒了！爹，你看看我在这儿，都断气了，竟然真被他救回来了。真让靖王妃把人救活了。我说过，还有救。你的肩膀，心脏复苏要持续发力，伤口裂开很正常，重新包扎便是，小事。他竟真能救人，还带着伤硬撑到现在。太傅只是恢复了自主呼吸，还未脱离危险，接下来必须继续处置。魏夫人，现在可愿意让我接手？靖王妃，刚刚臣妇口不择言，道歉之事稍后再说，先救人。好，都听王妃的，谢谢王妃。等等，魏夫人，请恕在下直言，并无证据能证明太傅苏醒是晋王妃方才那几下按压之功。叶神医的意思是，晋王妃这套救人术，在下行医多年从未见过。依我看，太傅没被按死，纯粹是吉人天相，命不该终，与王妃未必有关。夫人可千万别被一时表象迷惑。叶神医，你方才不是还抱着腿起不来吗？怎么这会儿倒能健步如飞，口若悬河了？我方才是一时腿疼，才站不起来，如今缓过劲儿，自然就能走了。魏夫人，你可千万别……魏夫人，若我真想害太傅，何必冒着被你与魏小姐误会、被王爷问罪的风险，把你们全拦在门外？太傅若出事，与我没有半分益处。好，我信你，靖王妃，还请你再救救我家老爷，我义不容辞。魏夫人、魏小姐，劳烦你们先到屋外等候。太傅现在需要通风和安静，人一多反而不利于他稳住。好，我们出去。本王留在这里盯着，免得你再使什么手段。姐姐，那我也留下帮你，若有指唤，你们留在这儿只会碍事。都出去。王爷，既然姐姐如此有把握，我们先出去等吧。这么久了，王妃还没出来，莫不是老爷的情况还没稳住？夫人，恕在下直言，晋王妃或许并无加害太傅大人的动机，可她到底有没有真本事救人，谁也说不准啊。我也一直好奇，姐姐这身医术究竟从何而来？只是她向来不愿与我说实话，我也不敢多问。是啊，娘，从前从未听说晋王妃会医术，若她真有这等起死回生的本事，怎会一直默默无闻？可方才确实是王妃按压后，你父亲才重新有了呼吸。夫人，在下早说过了，太傅没被按死，那是太傅命大，不是晋王妃医术高明，您万不可因此就全然信他。那老爷现在到底？太傅已经醒来，眼下情况稳定，诸位可以进来看他了。当真？姐姐，今日真是让人刮目相看，没想到你的医术竟高明到这等地步，辛苦了。辛苦你了。叶神医方才不是还认定太傅能醒与我无关吗？晋王妃医术高超，倒真叫在下大开眼界，佩服佩服。我方才顺手查了太傅旧疾，胆囊炎也就是胆胀，本不算绝症，可2年过去，并不但没好，反而一日重过一日。叶神医，你可知这是为何？晋王妃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太傅之病又非我一人诊治，京中多少名医都束手无策。至少这些年是我在替太傅稳着病情，病势加重，如何能全怪到我头上？他看出来了，不可能！若他真有证据，方才就该当场拆穿我。
晋王妃，晋王妃，先前是臣妇有眼无珠，不识真章，说了许多伤人的糊涂话，臣妇在此向您赔罪。若非您出手相救，我与老爷今日怕是要阴阳两隔了。魏夫人、魏小姐不必自责，你们是关心则乱，我能理解。那些话我不会放在心上。晋王妃胸怀宽厚，臣妇万分佩服。臣妇知道此刻再求您，实在厚颜无耻。可即便舍了这张脸，臣妇也有一事想求晋王妃成全。魏夫人，有话直说便好，不必动辄行此大礼。晋王妃，臣妇斗胆相求，请你为我家老爷看诊，救他一命，治好他的病。晋王妃，只要你肯救我父亲，今后你要我做什么，臣女都绝无二话。你们别这样，我从头到尾都没说不为太傅治病。这么说，王妃是答应了？我会为太傅继续诊治，但能否根治还需再做细查，辨清病cơ后才能定下完整方子。好，臣妇信王妃，有王妃这句话，臣妇就安心了。晋王妃医术过人，臣女也信你一定能治好家父。若真让晋王妃把太傅治好，我这些年苦心经营的一切岂不全要毁了？太傅，听得到吗？撑住，再撑一口气，你一定能醒过来。从前怎么没看出他是这种舍己为人之人？王爷，时候不早了，该歇歇了。王爷，不好了，王妃出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回王爷，王妃院里来报，王妃肩上化脓突发高烧，如今人已昏迷不醒。立刻传府医去王妃院中，本王随后就到。是。本王去苏云河那边。云锦，你今晚早些歇息，不必等我。王爷，妾身也一同过去吧。姐姐病得这样重，妾身也担心得很。不必了，你今日也劳累，留在屋里休息。夜里凉，多穿些，别着风。王爷都进了我房里，竟还能被他一个消息叫走。苏云河这是故意坏我好事。如今他都敢明目张胆跟我争宠了，若再叫他治好，太傅得了生命，后患无穷。免礼，王妃现在如何？回王爷，王妃高热来势凶猛，伤口已有化脓迹象，眼下需立刻清理创口，重新上药，并尽快煎服退热方。就按你说的办。退热方小的即刻去开，只是王妃肩上位置，屋里有金疮药，她肩上的伤，本王亲自处理。是。把金疮药、镜布和上药器具拿来，然后出去守着。为了救人不顾自己的伤口，本王真不知道说你鲁莽还是蠢。好疼，疼也得忍着，门液不清干净，只会拖得更重。本王让你忍着，没说不许你出声。那王爷还是快些吧，你再慢一点，我怕我先疼晕过去。多谢王爷。
不必谢，本王与你是父皇赐婚，若你死在王府，本王难辞其咎，不好向父皇和皇祖交代。王爷放心，我若真要死，也会先爬出王府大门，绝不连累王爷。都这副模样了，还有心思贫嘴，老实躺着休息。看你现在半死不活的样子，本王真怀疑你到底还治不治得好太傅。王爷，医者不能自医。王爷，药熬好了。进来，把药喂王妃喝下，今夜好生照看。本王先回去了。是。说他夜里再发热，立刻来报本王。王爷嘴上凶，心里还是惦记王妃的。走吧，去太傅府。伤口这么快就好了？还没全好，但不碍事。王爷若不放心，要不要亲自验伤？不必。既然你无碍，那就别耽误时辰。出发！靖王妃，你可算到了！你交代要备的东西，臣妇全都照办了。老爷自昨夜起也一直按你的嘱咐进食。很好，既然都准备妥当，马上开始。是。见过叶神医。听说叶神医要离府了，可不是，靖王妃眼看就要治好打叶，叶神医留着也无用，自然得走。死的靖王妃，若不是她横插一脚，我怎会落到这步田地？我怎会落到这步田地？谁？此毒为太傅服下后，约一炷香发作，及时正值靖王妃失智之时，将毒发之责推于靖王妃，再以解药救回太傅，方可赶走靖王妃，保你继续留在太傅府。麻醉散煎好了，靖王妃交代过，得先让太傅服下麻醉散，后头才能动手术。煎好了，火候也按吩咐盯着的。好，你随我去寿府取王妃要的羊肠线，取了就一并送去太傅卧房，别误时辰。是。靖王妃，别怪我，要怪只怪你挡了我的路。王妃，药送到了，给太傅服下。是。等等，你先出去，门带上。是。这碗药被人动过手脚。什么？麻烦散本用于麻醉，主要是曼陀罗，气味应偏腥臭。可这碗里我闻不到应有的臭腥，反而有一股刻意遮掩的香气，能盖掉曼陀罗气味，说明这药里掺了别的东西，而且分量不轻。可这药方是夫人按你吩咐亲自盯着备的，按理不该出错。正因前段流程没问题，我才更确定有人在煎好之后临时下了料。若想把人揪出来，得请太傅配合我演一场戏。王妃想让我怎么做？很简单，你假装中毒，诱他漏目。
叶神医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为太傅诊治多年，实在放心不下。思来想去，还是该亲自在此候着，若有变故，也能及时搭把手。叶神医有心了。太傅，太傅，你怎么了？太傅，出什么事了？听着像是出大事了，要不我们先进去看看。太傅方才昏厥后突然口吐白沫，情况很不好。太傅方才昏厥后突然口吐白沫，情况很不好。怎么会这样？现在还能稳住太傅吗？我也不知道。让我来看看太傅。老爷，你别吓我！太傅这是中毒之症，敢问今日都服了什么？老爷从昨夜起就按吩咐进食，今晨只用了晋王妃让备的麻沸散。王妃说，手术时靠它镇痛，老爷便不会受太多苦。麻沸散里具体用了哪些药？有生草木、香白芷、当归，还有曼陀罗花。曼陀罗，此物确有麻痹之效，可它本身就是烈性有毒。晋王妃，你让太傅服这种药，到底是无知误用，还是蓄意下毒？可王妃明明说过，此毒经熬煮可减，可控剂量下能用。荒谬！曼陀罗之毒岂会自己消散？晋王妃，你究竟是医术不精误人性命，还是借术行凶，存心害太傅？说的倒像真的，若不是我知道这方源流，听他这般理直气壮，旁人怕真要被带偏了。叶神医，你凭什么断定太傅一定是中毒？又凭什么断定这毒就一定来自麻沸散里的曼陀罗？这还需多问吗？太傅这症状分明就是中毒，而太傅今日只服了麻沸散，方中又有曼陀罗这等毒物，原因自然再清楚不过。叶神医，云禾妹妹不是故意的，她也是想让太傅少受些苦楚，只是没想到这麻沸散的分量竟会拿捏得如此不准。我想姐姐应不会故意害人，多半是不知曼陀罗毒性难消，一时疏忽，才让太傅大人误服了。哼，晋王妃医术不是高明的很吗？连断气之人都能救回。若说他不懂曼陀罗有毒，在下可不敢信。晋王妃，你若不愿治我父亲，大可直说，为何先答应救人，转头又下毒害命？我信王妃不会。魏小姐先息怒，也许姐姐真是无心之失，并非存心。苏云锦，你什么意思？无心？医者一分粗心，便是一条人命。侧妃这话不觉得可笑吗？晋王妃，即便你记恨魏夫人母女先前质疑你，也不敢拿太傅性命出气。太傅何其无辜！都怪我，是我轻信旁人，害了老爷。叶神医，你既看出是中毒，可有法子解？求你救救我家老爷！也算巧，我那里恰有一味白解丹，或可解此毒。太好了，多谢叶神医，此恩此德，太傅父必铭记于心。来人，去我克我，取床前木箱里的药瓶来，里头装着白解丹，快！是。叶神医，你当真不再为太傅细诊一次吗？这还有什么可诊的？我行医多年，中毒之象一眼便知。晋王妃，你下毒之事已是铁证，还要继续做无谓挣扎吗？姐姐，我知道你是一时糊涂才犯下错，你快向太傅夫人和魏小姐赔罪吧，兴许还来得及。我为何要道歉？太傅因麻妃方中毒一说，从头到尾不过是叶神医一人断言。哼，你事实摆在眼前，
晋王妃还想狡辩？是我管教姐姐无方，我替她向二位赔礼。姐姐虽做错了事，但她已知错，还请二位看在王府颜面上，宽恕她这一回。我看晋王妃可不像觉得自己有错。姐姐，你就认个错吧，只要你肯道歉，魏夫人和魏小姐未必不能原谅你。苏云禾，你医术再高又如何？只要罪名坐实，这顶毒害太傅的帽子你摘不掉。晋王妃，没本事还要装高明，总归是要付代价的。叶神医这句话说得极好，没本事却爱装腔纵势的人，的确该付代价。太傅，戏看到这里也差不多了，下毒的人已露了马脚，您可以起身了。老爷，你没事，你真的没事。叶神医，你方才言之凿凿，说本官中毒，是吗？这怎么可能？太傅并未中毒，方才那一出是太傅配合我演的戏，目的只有一个，把在麻妃嗓里做手脚的人逼出来。到底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是，麻法毒本身没问题，是有人后续投毒，故意把脏水泼到你头上。正是。叶神医，你在我府中行医2年，本官从未想过你竟会对本官下手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可说？太傅大人，不是草民，草民绝无下毒之心，草民只是被晋王妃的话误导，才误以为您中了毒，顺口猜是麻妃汤出了问题。叶神医，我可是一再提醒你，先细诊再下结论，可你从头到尾几乎不查不验，就笃定中毒与曼陀罗，你这份笃定未免太快了。我承认，方才是我诊断不周，算是误诊。可误诊归误诊，我真没给太傅下毒啊！你现在不认，无妨。我有办法让你心服口服。什么办法？晋王妃，梁太医到了。梁太医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见过王爷，见过太傅。回晋王殿下，是太傅派人急请，下官便立刻赶来了。晋王妃发现麻皮汤有异后，提议请一位德高望重、最能服众的医者到场见证。本官思来想去，唯有梁太医最合适。梁太医身为太医院首，深得父皇信任，也治过无数疑难杂症，由他说话，自然最公允。能为王爷与太傅分忧，是下官分内之事。叶神医，你要的解药，小的取来了。叶神医，方才你亲口说太傅所中是麻妃撒中曼陀罗的毒，而你手里这瓶药恰好能解此毒，这话现在还认吗？是。梁太医，劳烦您当众验看，这碗药里究竟是什么毒？这瓶所谓解药，又是否真能解曼陀罗？回禀王爷太傅，下官已验明，这碗药中的毒，并非曼陀罗毒素。那敢问梁太医，这碗里究竟是什么毒？此毒名落回，属慢性迷毒，短时不会立刻致命，却能让人迅速昏迷，神志不清。而这瓶所谓解药，正是专解落回的药。叶神医，梁太医已验明，麻肥糖本身无毒，可你拿出来的解药却正好对症落回。现在你还要说毒不是你下的？大人，草民知错，草民并非存心要害太傅啊！草民是受人蛊惑，才一时糊涂。竟真是你，叶神医，竟真是你！是谁指使你？毒药是有人夜里放在草民门外的，还留了一张纸条，草民真的不知道他是谁。纸条拿来！好大的胆子！你为了赶走晋王妃，竟敢拿太傅性命当儿戏！小人一时糊涂，可小人给太傅调理了2年，实在不愿最后让他人占了先机。
小人鬼迷心窍，恳请大人宽恕。不愿先机旁落，你若真心想让太傅康复，又怎会走到今日这般田地？靖王妃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早说过，太傅最初病情并不算重，之所以拖了整整2年，越治越重，幕后推手正是叶神医。靖王妃，你休要血口喷人！太傅病重与我何干？这些年多少名医都束手无策，凭什么怪到我头上？正因为请过许多名医都无效，才更可疑。叶神医，你敢不敢说这其中没有你暗中作稿？污蔑！你这是污蔑！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做的？当年太傅出病时，陛下曾令下官来诊，那时病情并不算重，按理服药应见起色。可怪就怪在药效始终不显，病势反而日渐加重。下官当年百思不得其解，才将此症列作疑难。老爷这些年腹痛如绞，夜里常疼得整宿难眠。梁太医开的方子并非无理，可就是不见效。唯独叶神医给的止疼丹，吃下去能缓一阵。敢问夫人，太傅服用下官药方期间，是否一直同时服着止痛丹？一直在吃，从没断过。那止痛丹可还在？请取来给老夫一观。没了，早就吃完了，一颗都不剩。本官这里还有。此丹确有止痛之效，但它并非治病，而是麻痹经脉。经脉被麻痹后，痛觉暂退，药力却也难以入经，故而太傅服老夫的药才会几乎全无效果。若非你暗中以此丹干扰，不是，我只是太傅当年服药本该痊愈，何至于被拖成今日之重症？太傅当年服药本该痊愈，何至于被拖成今日之重症？叶神医，梁太医方才所言可都是真的。本官这病本该早愈，却被你拖成如今这副模样，是因为你那止痛丹。不是的，大人，那止痛丹别人虽有不足，可草民本意只是替您止痛，绝没有害您之心啊！止痛？你那是以麻痹经脉演病情。太傅2年病势愈重，直到今日险些无可挽回，这不是害命是什么？大人，草民真没想到会恶化到这地步。庸医，这些年我太傅把你奉为上宾，锦衣玉食，银钱厚赐，样样不缺，你却拿我父亲当是药之人，生生耗他性命。太傅大人，草民知错了，求您饶命。再怎么说，您如今也还平安，求您放草民一马吧。你还有脸说平安？没把老爷害死，难道还算你的恩德不成？你这般蛇蝎心肠，就是千刀万剐都难平我恨。杀你，脏了我太傅府的地！来人，把这庸医拖下去，押送京兆尹依法严办。太傅饶命啊！进了京兆尹，草民就活不了了。草民真的知错了。堵上他的嘴！我不想再听这畜生多说一个字。在太傅府行骗2年，又胆敢投毒嫁祸，送去京兆尹，已是便宜他，往后他只会生不如死。靖王妃，夫人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！靖王妃，你是我太傅府的大恩人，你救了老爷性，臣妇却屡次不信你，顶撞你，说了那么多伤人的话。无论王妃如何责罚，臣妇都认，只求王妃别与我们计较，继续救我家老爷。靖王妃，若要怪，就怪我，是我先前浅看了我，口不择言，不信你的医术。母亲也是忧父心切，才会失了分寸。你们不必如此，太傅是朝中重臣，我既应下继之，就不会因几句冲突置他于不顾。多谢王妃，王妃胸襟，臣妇佩服。只是这份恩情，臣妇实在不知该如何报答。报答的事以后再说，眼下先救人要紧，手术时辰还来得及，按原计划准备即可。好，我这就去重熬麻沸散，这一次我亲自丁火，不假他人之手。晋王妃，这麻醉坛效用奇特，既可诊痛又可控量，老夫闻所未闻，可否容我旁观药方与煎煮之法？梁太医若愿意，自然可以。多谢晋王妃，多谢晋王妃。今日若非晋王妃，太傅府恐怕已酿成大祸。夫人说的不错，王妃是我府上救命恩人，此恩本官记下了。日后王妃若有差遣，本官定尽力相助，绝不推辞。好，
那太傅这份承诺，我便先收下了。姐姐果然厉害，不像我这般愚钝，今日又误会了姐姐。你倒也不算全无自知之明，至少还知道自己又蠢又笨。姐姐是不是还在怪我方才没站在你这边？若是如此，云锦给你赔不是。你还不配让我生气。我要为太傅准备手术，不想再被打扰。你和王爷都出去。奇怪，这回他竟没替苏雪晴开口。王爷，姐姐今日是不是对我误会太深了？我其实只是……这张纸条是你写的吗？王爷这话从何说起？妾身怎么可能写这种东西？您为何会移到妾身头上？此纸是玉版宣纸，此纸工艺繁复，价高难得，城中不常见。而你素来偏爱此纸，每逢新货入京，本王都会买下送你。云锦，你告诉本王，这纸是不是本王送你的那批？糟了，我竟忘了这纸太过显眼。玉版宣纸虽贵，却也并非只有妾身能用，京中不少人家都可能买到。妾身还听闻魏太傅也偏爱此纸，说不定这张纸本就出自太傅府。王爷仅凭一张纸就怀疑妾身，未免太叫妾身寒心了。本王，云锦，本王比任何人都不希望这件事与你有关。王爷与妾身相识多年，还不知妾身是什么人吗？妾身自小敬重姐姐，想亲近姐姐，怎会去害她？妾身连受伤的鸟雀都不敢碰，又怎敢给太傅下毒？别哭了，是本王多疑，误会你了。只要王爷肯信妾身，妾身便心满意足。一切就摆脱靖王妃了。太傅放心，等你再醒来，痛苦会结束。进去这么久了，也不知里头到底如何了。靖王妃，手术如何？手术顺利，病灶胆囊已切除。太傅今后不会再被痰脑炎反复折磨。他已苏醒过一次，目前状态稳定，大约再过1个时辰，意识会完全清明。谢谢你，靖王妃。夫人放心，最险的一关已经过了，后面按我嘱咐调养即可。他被误解，被指责，却仍敢尽心救人，他确实和从前不同了。折腾了一整日，总算恢复了。苏云禾，在太傅已经对着你一整天了，还不够？你追来又想唱哪一出？我倒是小瞧你了，能治太傅遗症，还能一眼识出药里有毒，你藏得够深啊，姐姐。说完了吗？说完就让开。你别以为今日立了功就能借机抢走王爷，王爷心里从来只有我，你做再多，他也不会多看你一眼。原来你眼里救人也叫争宠，所以你才处处拦我，甚至不惜给太傅下毒，也要把我踩下去，是吗？给太傅下毒的是叶神医，凶手也是你亲口认定的。你现在又把脏水泼到我头上，未免太可笑。写给叶神医那张纸条的人是谁？你我心知肚明。苏云锦，你真以为我不提就是没看出来？没有证据，你说再多也只是空口污蔑。王爷信的人是我，不是你。我也是好心提醒你，你医术再高又如何？这世上最不缺的就是神医，你费尽心机，到头来也是白忙一场。
王爷爱的是我，晋王妃的位置迟早也是我的。王妃，宫里来赏了！王妃，何事这样急？宫里来赏了！赏？太后宫中的长侍嬷嬷亲自传口语，说您治好魏太夫有功，特赐重赏。竟有此事！奴婢还瞧见一匹云锦绸缎呢，传话的人正在前院等着，王爷请您立刻过去谢恩。什么？太后把云锦绸缎赏给王妃？那是去年爪哇国进贡的珍品，整个大梁也不过2匹。奴婢不敢妄言。走吧，先去谢恩，别让嬷嬷久候。侧妃，宫中来赏，府中主子都要到场谢恩。他苏云何得赏，还要我去陪着谢恩？这是宫中规矩，奴婢不敢违。见过晋王妃。嬷嬷不必多礼。凭什么？他凭什么得这等赏？这云锦原该是我的。今日梁太医回宫后，第一时间禀了魏太傅病愈之事，皇上与太后都甚为欣慰。原本皇上打算等7日后的中秋宫宴再行封赏，可太后心疼王妃消劳，等不及，便先让奴婢把赏赐送来了。云何谢皇祖母厚爱，也谢皇上恩典。晋王妃接赏。云锦，云锦，是妾身失礼了。方才瞧那云锦绸缎实在华美，一时看得入神，才慢了礼数。皇太后口谕：晋王妃苏氏救治太傅有功，兰质怼心，哀家特赐黄金1000两，玉器锦缎，珍药若干，以示嘉奖。谢太后恩赐。王爷、王妃、侧妃都请起吧。晋王妃，太后还让奴婢带句话：中秋宫宴那日，您务必早些入宫，先去太后宫里。云何明白了？太后先前应过您一个条件，如今正是兑现的时候。还有，宫宴当日，王妃可得好生装扮。这云锦给您裁衣正合适。皇上要在宫宴上嘉奖王妃救治太傅之功，您那日就是替皇上长脸，自当风风光光。该传的话都传到了，奴婢也该回宫复命，伺候太后了。多谢嬷嬷提点，我记下了。替本王送嬷嬷出去。是。姐姐，恭喜啊！中秋宫宴那日，你穿着云锦受皇上嘉赏，想来定是风光无限。姐姐，妹妹是真心道贺，你为何总不理我？你这话到底是恭贺还是挖苦？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我自然是真心恭贺姐姐，不然还能有什么别的心思？王爷，您瞧，姐姐又误会我了。苏云何，行了，我懂，给你心尖上的人留点脸面，不说破就是。苏云何，魏夫人母女先前那般如你，你尚且能体谅他们忧妇心切，足见你并非不讲理之人。可你为何偏偏对云锦处处刻薄？我若真讲理，却唯独对他不讲理，王爷就没想过，问题也许本就出在他身上。姐姐，来人，王妃，把太后赏的东西全搬进我院里，省得侧妃看久了红眼病又犯。是。王爷，您最清楚妾身一心向着姐姐，可姐姐总这样误解妾身，妾身实在难受。以后你还是少往王妃跟前凑，离她远些吧。王爷是要妾身立着姐姐，妾身明白了。侧妃，奴婢都打听清楚了，王妃把太后赏赐全锁在她院儿耳房，离她卧房只隔一道墙，守得紧，
怕是不好下手。不好下手，不代表不能下手。按我说的做，别问，也别怕。是。云锦绸缎，我得不到的东西，他苏云鹤凭什么有？王妃，太后赏的那匹云锦，奴婢已让绣坊连夜裁制了。宫宴那日，您一定能穿上最合身那一套。我倒也没急着穿。不对，还有烟味儿，奴婢出去看看。王妃，不好了，院里的耳房起火了，太后赏下的东西都在里面。什么？你来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离窗最近那几箱布匹几乎全毁，珠宝有一部分受热开裂，金器尚在。好端端的，怎么会突然起火？先别碰，火才灭，木板和铁扣都还烫，碰上就会起泡。你手伤了？小伤不碍事，小伤也得处理。跟我走。本王自己来。上次你替我青农时，我可没矫情。这回轮到你，也别躲。你也太不小心，院中失火，烧的偏偏是皇祖母赏下的东西。若追究下来，这是对太后不敬，轻则申斥，重则受罚。是啊，毁坏太后赏赐要受罚。那到底是谁这么见不得我好，非要借这场火让我领罚？晋王府内戒备森严，谁敢在府里蓄意纵火？还能有谁？你是指云锦？不可能，他绝不会做这种事。他今晚看赏赐时的眼神，你也看见了。王府这么多屋子，偏偏是存防太后赏赐的耳房起火。王爷，你真觉得这是巧合？是妾身失礼了。方才瞧那云锦绸缎实在华美。既然说开了，我也不再绕弯子。我怀疑在魏太傅府给叶神医递纸条的人，也是苏银锦。你怀疑苏银锦？纸条一事绝不会是云锦做的，这点本王可以担保。至于纵火，没有证据前，本王不想再听到你拿这些话污蔑他。对原主薄情寡义，对苏云锦倒护得滴水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既然王爷坚信他清白，那就去查。只要你查出别的真凶，我自然认。好，本王会查清，既为洗去云锦嫌疑，也为给你一个交代。好，话说完了，王爷请回吧，我要歇息了。你再赶本王走？不然呢？夜深了，我要睡。王爷还想留下？从前的你，为了留住本王，连下药这种事都做得出来。可如今，你真的是苏云河吗？你真的是苏云河吗？我不是苏云河，还能是谁？王爷大半夜跑来，就为了说这种胡话？从前的你张扬任性，金满眼只有本王。可如今你忽然精通医术，行事有胆有谋，处变不惊，我一直对王爷都这样，只是王爷从前眼里只有偏见，看不到我而已。至于不再缠着你，你都明明白白不喜欢我了，我还上赶着做什么？
我又不傻。不过王爷突然问这些，该不会是终于喜欢上我了吧？若真是这样，今晚留下来也不是不行。谁说本王喜欢你？你能想通最好，只要你安分守己，不再对本王存非分之想，这晋王妃之位，本王也不是不能让你继续坐着。本王先走了，你早点歇息。这王妃之位本来就是我的，还轮得到你上？王爷，今夜王妃院中失火一事，你去彻查，起火点、值夜人、进出院门记录，一个都别漏。是。魏太傅府那次嫁祸王妃的事也一起查。属下明白。云锦，但愿这2件事真的都与你无关。侧妃，妆发与衣饰都妥当了。这身可是浣花锦，除云锦外再无其用。没了那匹云锦，今日宫宴上我倒要看看苏云鹤拿什么压我。再拖下去就误了进宫时辰，去催王妃和侧妃。是。王爷，妾身今日这身可还入眼？好看。不可能，那匹云锦不是该烧毁了吗？他怎么还能穿得出来？这衣裳是好看，就是太沉，穿着怪累人。怎么，一个两个看我都看傻了？云锦毕竟是锦中之冠，就算是你，也被衬得像样了些。妹妹见我穿这身，似乎很意外。姐姐这身真叫人意外。前几日我听说你院中失火，太后赏的绸缎乎都烧了，没想到这匹云锦竟还完好。那场火确实毁了不少东西，不过也是巧，云锦早一步送去制衣，这才躲过一劫。原来如此，那姐姐当真是好运。时辰不早了，还要先进宫见皇祖母，出发吧。晋王爷、晋王妃，太后娘娘已等2位许久了。有劳嬷嬷，引本王与王妃、侧妃一同觐见皇祖母。王爷恕罪，太后口谕只宣王爷与晋王妃入殿，晋王侧妃未得传召，奴婢不敢擅得带入。无妨，既是太后旨意，云锦自当遵从。王爷与姐姐先进去便是。今日宫宴，侯府夫人也会入宫，你不是说想见母亲，正好先去与她说说话。多谢王爷体恤。苏侯夫人真是好福气，2个女儿，一个是晋王妃，近日还救了魏太傅，立下大功；一个是晋王侧妃，才貌双全，名动京城，真叫人羡慕。可不是，听说今日陛下设宴，就是为了当众嘉赏晋王妃呢。这苏侯夫人是真厚道，她虽是继室，晋王妃却是先夫人所出，她待妓女竟比待妻女还欢厚，叫妓女做正妃，妻女反为侧妃，实在难得。谁说不是？听闻晋王妃未出门时性子烈，对继母和妹妹并不亲近，苏侯夫人还能这般包容，真不容易。真心待他。苏云和那个蠢货，样样不如云锦，却偏占了王妃之位，我恨不能亲手掐死他。幸好王爷心里到底还是偏着云锦。母亲，云锦来了，怎么只你一人？王爷和你姐姐呢？王爷和姐姐先去太后宫里请安了，女儿想着许久未见母亲，便先过来陪您说说话。你方才那话当真？王爷与苏云和去见太后，还是你是自己想来见我？自然不是。苏云和救了太傅，得了太后欢心，如今连王爷都渐渐向着他。我现在在王府，竟要处处让他3分。什么？要你让着苏云和？凭什么？母亲以为女儿愿意低头吗？可这话是王爷亲口说的，让我离他远些，处处避让。苏云和那小贱人，从前蠢钝张扬，何时竟学了这一身本事？如今他处处压我一头，今日皇上还要在宫宴上当众嘉赏他，我却只能看着他风光无限。母亲，我怎么咽得下这口气？女儿，你放心，他今日未必还能风光得起来。
母亲这话何意？他会医术又如何？琴棋书画这些场面本事，他哪一样拿得出手？你最清楚，他骨子里不过是个草包。孙媳妇、孙儿，叩见皇祖母。好，快起来，别拘着。云禾，来，到哀家跟前来。皇祖母，瞧瞧这孩子，哀家就说你穿云锦最衬人，还是太后娘娘眼光最好。可王爷说了，是云锦料子好，谁穿都好看。他那张嘴向来吐不出几句好听话，你把这身衣裳给他穿试试，看他还说不说谁穿都好看。皇祖母，那是女子衣裳，孙儿穿了自然不成样子。云禾，先前哀家答应过你，你若治好太傅，便许你一个愿。如今你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他看我做什么？难道是想借皇祖母之口，要本王？皇祖母，云禾所求是与王爷和离，还请皇祖母成全。云禾并非一时冲动，自妹妹入府那日，云禾便已经想明白了。你说什么？云禾，你怎么会突然生出和离的念头？王爷心中无我，我留在晋王府不过是彼此相看两厌，日复一日消磨罢了。与其如此，不如各自放过。皇祖母，请成全云禾。云禾，哀家既许过你愿，理应守诺。可你与怀之是皇上亲赐的婚，和离之事牵涉宗室体面，哪里是哀家一句话便能定下的？此事你再想想。若换别的愿望，哀家都依你，可好？好，云禾明白。怀之啊，怀之，你叫哀家说你什么才好？皇祖母，您腰又疼了。别碰，这会儿正疼得紧。皇祖母，娘娘，药疾又犯了，您先别动，奴婢这就去传太医。别折腾了，不必叫太医，哀家缓一缓就过去了。那奴婢给您再加2个软垫，您先靠着，别再挺着腰了。皇祖母，您疼成这样，还是让太医再来瞧瞧吧。太医不是没看过，针也扎了，药也喝了，来来回回还是那几样，没见多少效力，还让哀家练什么拳法？你说说，这成何体统？太医也是为娘娘身子着想。您年轻时最是爱动，善舞又轻灵，那会儿腰身多好，从没见您喊过疼。这2年您总久坐少动，腰自然越来越僵。从前起舞是为了讨先帝欢心，如今人老了，骨头都硬了，还谈什么跳舞？皇祖母，跳舞也不一定是跳给旁人看，你也可以是为了自己。嬷嬷说的对，久坐最伤腰，适当活动筋骨，不止缓解腰痛，对气血和睡眠也有好处。可长袖舞、霓裳舞那些，哀家如今确实跳不动了。那就不跳难的，咱们跳简单的。简单的？什么舞？我也不是舞狮，古典舞那些我可教不了。不过有一支舞连我都能跳，若我能学会，皇祖母定也能学。皇祖母，我倒真知道一支舞，动作简单，趣味也足，还能活动腰背。哦，是什么舞？此舞叫做科目3。科目3？哀家从未听过这支舞。云禾，你说此舞有趣简单，不知它是如何跳的？我可以为皇祖母跳一次，先演示一遍，您一定一看就能学会。就是得劳烦会弹琴之人，简单为我伴个奏。那就让怀之来，他弹琴是一把好手。皇祖母，去，将哀家殿中珍藏的那把瑶琴拿出来，给晋王殿下。王爷，我先与你说说曲子是什么样的。这曲子大概就是这样，我只哼这一遍，王爷能弹奏出来吗？王爷。什么？我问你，刚刚我哼的曲子，你能弹奏吗？没问题。
刚刚在殿内，你与皇祖母说想和本王和离，是真心话？自然是真心话。可当初你为了嫁给本王费尽心思，如今怎么……我说过，我已经不喜欢王爷了，你忘了吗？我与王爷和离，对你是好事，你可与苏云锦好好在一起，不用再担心我缠着你。是啊，这对我不是好事吗？可为何我心里会有种失落感？皇祖母，那我就开始了。好。参见皇上、皇后。不必行礼了。今日宫宴，朕与皇后过来，请太后一同前去。这是何人在弹琴？曲调倒是有趣。皇祖母，如何？此舞很简单吧？好，好，好。参见。起来吧，起来吧。皇上和皇后来了。母后，晋王妃，不知你刚刚跳的这是什么舞啊？朕是见所未见。朕在殿外便听到琴声，这新奇的舞倒叫朕开了眼。皇上来得倒巧，正好赶上看热闹。看来母后这儿比宫宴还热闹些。让父皇见笑了，儿媳刚刚跳的是一支叫科目3的舞。科目3，一听就很与众不同。此舞朕刚刚只瞧到最后一幕，不知你能不能再跳一次，让朕开开眼界。皇上，您忘了，您来此是为了邀母后去宫宴的。若要再看晋王妃跳一次舞，只怕宫宴就要迟了。倒把这茬给忘了。那下次吧，下次晋王妃定要跳给朕瞧瞧。是父皇。母后，请随儿臣一起去宫宴吧。哀家身体不适，今日的宫宴就不去凑热闹了。皇祖母，云禾留下来陪你。哀家这儿不用陪，你忘了今日宫宴的重头戏可与你有关呢，你得去。母后，要不要儿媳让太医来为您瞧瞧？不必了，哀家歇歇就无碍了。你们快去宫宴吧。嬷嬷，带他们出去吧。是。皇祖母，那云禾便先行告退了。去吧，下回你再来教哀家跳这什么科目3。王爷脸色不太好，可是在太后殿中出了什么事？怎么了？没什么。皇上驾到，皇后驾到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千岁千岁千千岁！众爱卿平身。便是宫中乐坊舞女的舞姿，也不过如此。好。至于苏云禾，自然更比不上了。陛下，今日云锦也准备了一支舞，愿献给陛下，为陛下助兴。好啊，早听闻晋王侧妃善舞，今日总算有机会能一睹风采了。云锦，先去准备一番。去吧。云锦有才华，向来低调，今日怎么会突然主动献舞？这苏云锦的舞姿的确是冠绝后宫啊！这晋王侧妃舞跳的的确不错，京城里能比她更好的，怕是不多了吧？舞姿是还不错，可来来回回也就那几样，
少了些新鲜。人毕竟只有一双手一双脚，再怎么变也总有个限度。陛下莫要太苛刻了。刚刚在太后宫中瞧着晋王妃那支舞倒是新鲜，若能再看完整些，想来也不错。会有机会的。这晋王侧妃的惊鸿舞果然名不虚传啊！是啊，不愧是京中第一才女，能亲眼见上一回，也算不虚此行了。晋王侧妃今日这舞跳得不错，赏！谢陛下。不过陛下，今日宴上比云锦舞姿更好，才艺更佳的世家千金也不少。云锦以为，不如给众人一个展示的机会。哦，那还有谁愿意来展示才艺啊？他看我做什么？该不是想……姐姐，妹妹记得你也曾学过舞，不如你来舞一支。姐姐，妹妹记得你也曾学过舞，不如你来舞一支。这提议不错，晋王妃，不如你也来舞一曲。回父皇，儿媳的舞姿不佳，上不得台面。云鹤，你真是太谦虚了。早年在侯府教你跳舞的老师明明还夸过你颇有天赋，怎么会说自己上不得台面呢？晋王妃，今日难得热闹，你便跳一支舞吧。陛下可是很期待你的舞呢。皇上怎么会期待苏云禾的舞？难道他真以为他有什么本事？那更好，越是期待，等会儿看到他跳得不堪，皇上就越失望。既然如此，那云禾就献丑了。麻烦王爷帮我弹琴伴奏。你那舞不是有些特别吗？真要在这儿跳，还要拉着本王一并出场。我的舞哪里丢人了？王爷难道看不出来父皇和皇祖母都很喜欢吗？姐姐跳舞还要王爷伴奏，真是好大的威风。此曲宫中乐师不会，只有本王会。原来如此，不过曲子都这般独特，我倒更期待姐姐能跳出什么样的舞了。那妹妹就拭目以待吧。什么独特的曲子，还非要拉着王爷为她伴奏？不过是故弄玄虚罢了。苏云鹤自小就没什么舞蹈天赋，连教他的老师都被劝退过好几个。我倒要看看他待会儿怎么收场。晋王爷弹琴自然是一绝，可这晋王妃跳舞实在叫人想象不出来。可不是嘛，前头有晋王侧妃的舞姿在那摆着，晋王妃就算真会几分，也难免要被比得黯淡无光。我就知道他跳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，可这些动作怎么会？怎么连皇上都……哈哈哈哈！晋王妃这舞有意思。的确，我还是头一回听见这样的曲子，听着也新鲜的很。不知怎么回事儿，才王妃这么一跳，我竟也想跟着动起来了。这舞多看2遍，还真别有一番风味。这些人是不是疯了？父皇，儿媳献丑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好，好，晋王妃，你这舞果真是有趣至极呀！让父皇见笑了。的确，晋王妃这舞与寻常的舞不同，甚是新奇啊！今日也算是大开眼界了。苏云禾这舞分明不堪入目，哪里比得过云锦的一个动作？皇上竟会喜欢，这分明就是在捧他。云禾还是和从前一样，舞姿甚为独特啊！
是啊，姐姐的舞真有意思。与姐姐相比，先前妹妹的舞倒是显得有些乏味了。晋王妃与晋王侧妃的舞各有所长，都很好。不过，姐姐，不知为何，妹妹见你跳舞时，心中很是慌乱，就像被什么惊着了一样，有种不安感。你想说什么？妹妹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好奇姐姐的舞是从何而来，应当不会给大家带来厄运吧？妹妹猜得不错，我刚刚跳的的确不单单是一种舞曲，它同时还能强身健体，对人的身体也有好处。你说什么？不过是一支舞，怎么可能有这种功效？为什么不能？妹妹方才还说，看人跳一支舞便会沾染上厄运。既然如此，那跳舞能强身健体，不也同样合情合理吗？啊，我那只是猜测。父皇，实不相瞒，此舞乃儿媳在翻看古籍时偶然所得。她动作简单，容易学会。若能日常练习，不仅能活动筋骨、强身健体，对身体和心情都有好处。的确简单，我只看晋王妃跳了一遍，就记住了不少动作。我也是，回头也想试试，看是不是真能强身健体。晋王妃，若此舞真如你所说那般有益，那不如你也教朕跳跳。臣妾也对此舞很感兴趣。好啊，下次云和进宫，定教陛下和皇后娘娘一起跳此舞。好，晋王，你的琴声悦耳，赏。谢父皇。至于晋王妃，你日前救了魏太傅，今日又跳了这般妙哉的舞曲，实在叫朕高兴。来人，将朕给晋王妃备下的赏赐呈上来。这是九回四凤的凤冠。九回四凤的凤冠，素来只有太子妃才能佩戴，皇上竟将此冠赐给晋王妃，难道是？难道皇上已有意立晋王为太子？晋王妃，这是本宫与王上精心为你准备的赏赐，你可喜欢？我若收下了，只怕更难和王爷和离了。罢了，先收下再说吧。陛下与娘娘的赏赐，云禾自是喜欢。云禾谢主隆恩，谢皇后娘娘恩赐。起来吧。若是王爷成了太子，那未来他就会是我的身份，岂不是也会更尊贵？只可惜还有苏云禾在。回头这舞你也教教本王。王爷不是嫌丢人吗？现在又感兴趣啦？本王是为了强身健体。王爷对这舞一点也不感兴趣，完全是为了锻炼身体。你不许笑了。苏云禾简直是死性不改，王爷心中明明无他，他竟然还敢作妖勾引王爷，还得了陛下赏赐。哟，美人，你怎么一个人在此处啊？小娘子长得可真水灵。大胆，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连我都敢调戏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你说说你是哪家的小娘子？小爷好去你家求娶，小爷府中就缺个你这样火辣的美人儿。娶我？你也配？我可是晋王侧妃。原来是晋王侧妃，得罪了。要说还是晋王有本事，娶了个王妃厉害，又娶了个侧妃这种美人相伴解闷儿。什么话你都敢说，不要命了？晋王侧妃要是不爱听，那我不说就是了。
苏云何是王妃，我是解闷的侧妃。若是王爷真荣登吊殿，我难道还要一直被苏云何压抑？云锦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不在此处该在哪儿？待在里面听那些人吹捧苏云何吗？你小点声，不怕有人听见。母亲，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。咽不下去就别咽了。母亲，你有什么好办法？晋为太子，我可不想见苏云何做太子妃。既然他始终要压你一头，那母亲就直接毁了他，叫他再也没办法提到你头上。母亲的意思是，你过来。我要你帮我做件事。你刚刚去了哪里？殿中有些闷，妾身就在殿外吹了会儿风。咦，豫章王爷与王妃怎么不在？皇兄与皇嫂有些事，先行出宫了。原来如此。晋王爷、晋王妃，羹汤来了。对不起，晋王妃，奴婢不是故意的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禀皇后娘娘，奴婢不小心将羹汤洒在了晋王妃身上。如此莽撞，你是如何行事的？奴婢该死。姐姐这衣服湿了，得赶紧换掉才行吧。正巧妹妹在马车中备有一套衣物，妹妹这就去帮姐姐取。非带去偏殿换下脏衣物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是，晋王妃，请跟奴婢来。好。按照我看过的小说和电视剧来看，在这种宫宴上，衣服被弄脏，8成不是意外。这苏云锦又想干什么？晋王妃，一会儿晋王侧妃就会将衣物送来，您就在此殿内等候晋王侧妃吧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开门！晋王妃，别怪我！美人儿，别躲呀，快让爷快活快活。啊，这烟有问题。苏云锦竟然想用这种脏手段毁了我！幸好我之前练过几招，不然今天还真要着了苏云锦的道。奇怪，里面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难道那个侍女没把苏云鹤带到这里来？苏云鹤呢？晋王妃去换个衣服，怎么去了这么久还不回来？晋王侧妃也不见了人影。许是出了什么事？陛下，要不臣妾派个人去瞧瞧。来人，娘娘，你去瞧瞧，晋王妃去了哪个偏殿换衣服？怎么这么久未归？是。我将晋王妃带到了此殿外，告诉她进去换衣服后，便离开了。这门关着，是晋王妃还在换衣服吗？轻点，皇后娘
如此慌慌张张，是出什么事了？皇后娘娘，晋王妃换衣服的殿内有人在行苟且之事。什么？是谁人如此大胆，竟敢在宫中行这样的事？回禀陛下，奴婢只知道晋王妃在殿中。你说云禾与人苟合？这晋王妃竟在宫中与外男苟合，她是疯了不成？是哪出偏殿？现在就带本王去！晋王都已经发话了，还不赶紧带路！我将晋王妃带到了此殿外，告诉她进去换衣服后，便离开了。美人儿，这么巴巴的跟着小爷，就这么喜欢小爷给你的好处？自然是最喜欢公子了。成了。污言秽语，伤风败俗，去把门打开，把人给朕带出来。是。苏侯夫人与晋王侧妃都交代，必须引得陛下或王爷亲自进来看才行。我不能就这么把人抓出去。陛下，晋王妃正与他人难分难舍，不肯出来。晋王妃简直不像话，这种时候她竟还惦记着做那种事。恬不知耻的东西，朕看他是不想活了。难道还要朕亲自请他二人出来不成？云禾怎能做出这种事？他真是叫我苏家的脸都丢尽了。这晋王妃怎么能这么低贱下作？给晋王戴绿帽子都被发现了，还不肯从奸夫身上下来，非要让晋王难堪，简直淫荡无耻，像是没见过男人似的。便是让晋王休了他，再将他进猪笼都难以泄愤。晋王妃就是女子的耻辱，她子不足惜。陛下，晋王妃虽不是臣父所出，但臣父既为她嫡母，没能教好她，亦有责任。她做出这样的事，让皇家蒙羞，臣父也没脸为她求情。臣父恳请陛下处死逆女。来人，去把晋王妃和那奸夫抓出来，朕要砍了他二人的脑袋。难道苏云禾真的？所以他想要与我和离，是因为他看上了别人？他怎么敢背着本王跟别的男人厮混？父皇，让儿臣来吧，儿臣要亲手杀了这对奸夫淫妇。朕允了。苏云禾做了这么下贱龌龊之事，还被晋王亲自抓出来，他今日便是死，也别想死得痛快。怎么大家都在这里？苏云禾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不是他就好。晋王妃，你不是在此殿中换衣服吗？他的确是将我带到了此偏殿，让我在偏殿内等侧妃给我送衣服来。可我等了许久，始终不见侧妃过来，便想着出来找找她。谁知人没找到，再回这偏殿，便见你们都堵在这里。既然晋王妃在这里，那殿里的人是……锦儿。